风杜苏芮影响，连日来京津冀等地持续强降雨，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。8月2号晚上大概12点左右吧，受领的任务主要是摸排杨泥水库的情况。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个场景的时候，还是挺触目惊心的。里面那个路面尝试断成一节一节的。我们要看见里面灾情什么情况，我们到时候送物资进来。哎呦，太危险了，这是。也是经过了大概3个小时吧，也到达了我们既定的一个任务区域，就是园林水村。一路上也是磕磕绊绊吧。看到那些村民看到我们到来之后，有好多人都在流眼泪，然后一直在拍手。然后我们首先是去的村委会，了解完基本的情况之后，村书记跟我们说有一个小孩受伤特别严重，说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。毕竟一个13岁的小女孩，最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想办法把她救出来。在附近先找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找了一些可以使用的木板呀、木条包括床单，制作了一些救护器材。脚上慢点。我们总共是11个人，在村里边路段，我们是6个人一组，6个人是抬小女孩，然后5个人是背我们的装备，包括小女孩的包。太陡了！下山的时候，那个路面是基本上是全毁了，特别是下山的那一段路面，都是大石头。我们抬在左前脚的有一名同志，突然一个踏空了，可能自己脱手了怎么样，他就立马用自己的身体去把它给顶住。因为当时天气也是比较热，村口有几个人也接近中暑，一路都是咬牙在坚持着。我可能也有点中暑，当时我就在想，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快不行了，一直在坚持。过河的时候就用河水一直洗脸，一个人都不能倒下。所以说想的就是，哪怕我再苦再累，我也不能倒。我当时想的就是，我出不去，我也会把小女孩给送出去。接到120担架之后，我记得当时是一路小跑，开着担架，当时每个战士就是每个人体力已经接近透支，但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抬这个担架。看右边，看后面。在看到小女孩上救护车的那一瞬间，真的心里挺踏实的，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作为人民子弟兵，哪里需要我们就应该及时出现到哪里，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。武警官兵在抗洪抢险，他们让我们太感动了。战士们和我们家孩子都差不多一样大，就担负这么重的任务，做最危险的事，干最累的活，把我们老百姓安危放在第一位，不顾自己的生命，完全为我们着想，的确是人民子弟兵。我们感谢习主席，感谢新时代，感谢部队。今天立秋，北方都有个习俗，都吃饺子抢秋膘。我们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就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我们包的热乎饺子。觉睡不好，吃不好，挨着累，都在地下睡。给这些孩子就当个人儿子吧，给他包点饺子，给这帮孩子吃吧。那妈妈的爱吧，这属于。其实今天在这个时候能吃到乡亲们给我们包的饺子，让我们心里确实非常感动。更有干劲儿了。我家里我妈包饺子味道。重建家园有18岁的你的一份力量。有吧，都有。战士们吃饱了，咱们是脚不停的吃。他们把他自己的口粮自己带的东西，给我们的群众，他们宁可饿着。作为新时代的人民军队，
积极投身抗洪抢险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驻地百姓却劝告着我们，特别是宝湾村村民为我们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，让我们很是感动，更加激励我们听令影从，勇挑重担，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，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的使命和担当。我们的广大干部同志，解放军武警官兵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，发扬不怕累苦、不怕疲劳、连续作战、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，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众志成城。我们这个民族守望相助，洪水无情，人有情的人间大爱。通过你们的斗争、奋斗、坚持努力，我们在不断夺取抗灾、防洪、防汛的阶段性胜利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。习近平指出，近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，华北、黄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过程，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，造成北京、河北等地重大人员伤亡。习近平要求各地要全力搜救失联被困人员，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和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，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。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，抓紧修复交通、通讯、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，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习近平强调，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，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压实责任，强化监测预报预警，加强巡查值守，紧盯防汛重点部位，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。针对牡丹江市尔站林场出现群众失联被困的情况，第78集团军某护航旅出动了多支救援分队前出搜索救援。现在携带了软梯、救生座椅等专业救援装备的直升机组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即将起飞前往目标区域。现在我们正乘坐冲锋舟前往实施救援。我想，在大家的面前，正是人民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完成好这次救援任务。被困群众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救援队伍。看到我飞机后，迅速寻找我飞机方向，向我标明位置，寻找身边标志物向我挥动，而后等待我方救援。到部队之后，头一天给做的4个台，第二天给包的包子。来到这之后呢，这个部队对老百姓他是格外的亲热，这就看出来军民一家亲。